平均配速4分19，看那时候我的训练很有意思，每次都特别快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23号星期三，今天是周三合练的日子，但是你们看我现在不在，我现在人在横滨。今天就给自己安排一个休息日，今天正好也应该是休息日。昨天是第4个训练日，这段时间身体会比较疲劳，身体比较疲劳的时候，我就会少练多想。正好这周有2场比赛，周5的富士山登山，然后周日有一场场地赛，我还没有去确认报名的最后的结果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就是他那网站说提前7天会列出参赛者的信息，但是昨天还没有，我今天再看看。今天咱们就在横滨，这是在横滨车站附近一个2层的地方，跟大家分享分享。总有小伙伴在问说，哎，我现在跑了多长时间？我现在这水平正不正常，或者怎么样？我正好开了一个录屏，给大家看看我在佳明的加速度里，因为我的数据佳明、高驰、Strava 都是同步的，反而是可能佳明这边会遗漏一些，但是遗漏的不多。我们看看我从2014年开始跑步，我的一些进步，结合数据，还有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记忆，好不好？这后边有过那个火车的声音。你看我正经开始跑步，其实是差不多2014年的10月，你们看10月我跑了117公里，那么多。然后之后也都是70、80，那个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？我们随便看看啊。平均配速7分45，看见没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那样的大胖子，7分45，比想象中的慢，对不对？哎，看看最佳记录啊，看看10月的跑步最佳记录。最远的一次我跑了10.4公里，10月份我就能跑10公里了，这差不多就是一个说法。这说法是什么呢？你们看，我差不多从9月份开始跑步，大概1个月。我9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不说斤了，说公斤，差不多90公斤的样子。然后我到10月的时候，1个月以后，我还没有完全瘦下来，可能瘦到了我猜可能70多公斤，我就能一口气跑10公里了。但是我跑了1小时16分钟，最快的一次平均配速是6分30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到第2年的时候，我印象中2015年就开始参赛了。对，你看2015年差不多从5月开始，我就开始规律的跑量就变多了，看到没？最多的1个月8月的时候跑了222公里，而且呢，我记得不是3月就是4月，我们看看啊，对，4月的时候，最远一次是10公里，4月26号是最后一次有10公里的，就是5公里、10公里的那个北京国际长跑节。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把10公里跑进了50分钟。我们看看能不能看看那次的数据。哎，不让看了，看这个得去其他的软件里看了，就看一个大概吧。之后2015年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马拉松是2015年的9月。我们看看北京马拉松之前那个月，就是8月，我跑了222公里。那个月最多的一次是一口气跑了32.2公里，因为我想是我要做到差10公里就一个马拉松。你看这个月的时候，到2015年8月的时候，我的整体这1个月的平均配速已经是5分42了，而且是因为这个月跑了2个30公里，造成还低了。你看我7月的时候，右边灰色字，整体的平均配速已经是5分24了，所以这个还可以。我们看看我8月份的一些跑步吧。你看我的8月29号是为了北马最后一个长距离。这火车声太大了，抱歉啊。平均配速6分23，跑了3小时25分45秒，而且这个6分23有水分，我中间停表了，因为在朝阳公园里买水。然后你看第2次8月15号，这是第一次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30公里。8月15号，2015年6分24，平均配速3分12。然后8月初还跑了一个半马6分06，这差不多是8月份的样子。然后紧接着我9月份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马拉松，我看2015年9月20号北京马拉松，当时手表记录了43.64公里，但是那时候那个单频 GPS 那天带的是 Phoenix 3，
在那个就是西三环那边那有一个大的转盘桥那儿每年固定拼，哎，这个也不能看了细节。但是这个在佳明和高驰APP 里，就不是在加速度里都是可以看的。但是这边我看每个月的会比较方便。然后这样2015年差不多就过去了。到了2016年，我是在2016年第一次马拉松破4，是2016年的北马，跑了3小时59分多。我们先看2016年大概我是个什么水平，整体的跑量。你看每个月都没有超过只有一个月超过了200公里，又是8月份，可能又是北马之前。我们看看这个8月份，那个时候我还就差不多5公里的训练量，但是你们看这8月27号的15公里，那时候我15公里已经能摸到5分0几的配速跑一个15公里了，然后5公里的配速基本都在5分以内，快一点你看还有4分17的。那时候我的半马就正常训练的半马，5分16的平均配速，1小时51。就我偶尔还是会跑一个长距离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早晚通勤的几公里。这也就是那个时候马拉松跑不好的原因。那时候你看我的15公里和半马都跑得还凑合了，但是就是马拉松跑得不好。2016年，我看看这一年我参加没参加北京的半马，我好像参加了。我们看看4月份有没有。有，应该是这场。看，2016年4月17号，21.88公里，这肯定是比赛的半马，因为自己掐表跑就不是.88了，1小时38，可以吧？平均配速4分30，所以我总说加长单次跑步的距离是很关键的。其实你说我现在这个当时那个跑量将近200公里或者100公里，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吧，就不是那么的低，跟现在我比肯定是很低的。但是因为我平常的训练组成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我的马拉松就很差，但是我的半马就还可以了。4分30的半马在那个年代真的不算慢了，现在也不算慢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这个就很方便，我点这个右边的这个统计这儿，它就会告诉我这一月整体的。你看我整个9月马拉松比赛这个月整体训练平均配速已经是5分了，8月的时候是4分42。然后我们看看2016年我第一次马拉松破4，2016年9月17号北马，哎，为什么是周6呢？记不住了，手表记录了43.41公里，但是那个时候一场马拉松靠 GPS 偏就得偏出1公里，差不多3小时59分22，很极限，是不是？这也不能看了。然后2017年我的跑量其实还是没有持续的增加，就一直这样。就是其实你们看我现在挺努力挺用心练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是一个就是像有的初跑者能一下就跑特好成绩，是因为对自己比较狠。我其实那个时候连激进都算不上，我那时候跑步就老想着，哎，我今天跑了就行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们看过我跑的最多的一个月就是12月了，但2017年我有3场比赛，4场比赛。我们先看2017年有没有跑长跑节。哎，也跑了，你看我又进步了，又 PB 了，1小时37分02。2017年4月16号，平均配速4分25，我估计也是不能看。然后就是9月份，应该是参加了北马，但是因为我之后有一个北京铁人3项和一个芝加哥马拉松，所以就北马就放了。我们看看啊，对，2017年9月17号，北京马拉松4小时02分36。那时候其实我全力跑也差不多比这快不了多少。这是北马。北马之后紧接着10月份，因为这加速度里它不显示那个铁人3项，我没让它显示铁人3项。当月还有一个铁人3项，然后就是我的新的 PB，2017年10月8号。芝加哥马拉松42.78公里手表记录了3小时54分42秒，还可以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跑进3小时55。这场其实挺有纪念意义，这场就是大破节戴那个白色的 Oregon 那顶帽子，就是卢普夺冠那届好像是。对，我们看看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。2017年最后一个月，我的训练平均配速已经来到了4分54，跑了200多公里。
只有2018年，你们看，我现在看起来我真不是一个努力的人。你2018年我的整体跑量、月跑量也就是100多，所以这么跑是突破不了的，这么跑是突破不了的，就是你会永远在那个范围内，就是你的短距离，甚至半马会越跑越快。我的2018年我没有跑过一长跑节，因为去参加了伦敦马拉松。伦敦马拉松是跟长跑节差不多是同一周的样子，或者差一周。你看，2018年4月22日，伦敦马拉松跑崩了，4小时26。这是2018年的4月。那2018年的10月是柏林马拉松，基普乔格2小时01的那一场，应该是10月。看看啊，不是10月吗？9月。9月，2018年9月16号，柏林，我又 PB 了，3小时45分46，但是真的特别艰难，永远在最后再抽筋儿。这就是我说我老跟大家说，增加单次距离，增加跑量，因为你们看，比方说2018年，我们还看2018年的8月份，看看我这一个月是怎么组成的。你看我仍然就是通勤的早5公里，晚5公里，或者只有早5公里。偶尔跑一个8公里，没有长距离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但是5公里跑的都不慢。你看4分20多，4分10几，就老是这样，这样其实不对。就像我现在说的，像我再想突破，就我是从2小时44突破到2小时38，也是靠训练中增加变化。这是2018年过去了，然后后边呢，我在会员视频里分享过，给大家看看我2019年为什么能突破。你们大概一看2019年的月跑量就能看到。2019年因为一个人在新加坡工作也比较烦，所以跑的就多。跑得多再加上那儿热，无意中我就突破了。所以就是你说前面这几年的积累有用吗？有用的，但是不需要那么久。突破就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就是单次的距离和跑量。我个人认为没有之一。我忘记2015年我没有参加长跑节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参加了2019年，说错了，不是2015年，抱歉。2019年4月14号，你看我的半马平均配速3分57了，半马平均配速近4喽，1小时23，比去年有长足的进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其实你看，就是因为我日常的训练增加了很多8公里和10公里，看到了吗？不像之前去年那样都是5公里了，我的半马就突破了。然后我到了当年的8月，人生第一次突破300公里一个月，在新加坡，都是在新加坡。看这时候就能看了吗？这时候已经能看了。看，这是新加坡的东海岸公园，你看都是差不多那个时候，基本上就把每天的5公里变成了8公里。但是那时候在新加坡很难跑长距离，那长距离也就是10公里。有过一次21公里，这是不是在新加坡呀？看看啊，那也是在新加坡，看，也是在东海岸公园。这就是我那次一口气跑到机场那一次，那么热的天气，你看，27.8度，湿度84%，看这小字儿，平均配速4分34，我就自己早上起来跑的，空腹晨跑。对，这应该弄成卫星地图，看得好看一些。新加坡就这一小块，中间这一小块。那2019年我就已经是差不多这个水平了，然后所以这一年我的突破就来到了，我的突破在应该是我看11月，对，11月，当年没有参加北马，11月就去了纽约马拉松，看没？2019纽约马拉松，2019年11月3号。我大幅 PB 3小时02，就是我跑出了我的能力，就是我半马3分50多的配速，全马4分17的配速，不夸张，很正常。为什么之前跑不出？为什么之前半马跑到4分20的配速，全马还是5分40的配速？就是因为积累的太少，然后没有跑过，就单次跑步的距离太短。你想，你每次训练只跑5公里，你这比赛要跑42公里，怎么可能呢？对吧？这纽约马拉松已经可以看了，看那天的气温和湿度非常棒，11度，湿度54。
那时候是一块 Forerunner 945，看没？那时候的步频是198，就已经很厉害了，是不是？步幅1.16米，可以吧？那时候已经用那个佳明的 POD， 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有左右平衡、触地时间这些了。所以就是你看左右平衡啊、触地时间呀、这些垂直振幅啊，这些东西，其实你当场训练完了之后，你看没什么用。但是回来一看呢，说实话，其实也没什么用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心理的小感觉，是不是？看看我那时候的分段，看到最后没掉速，看见没？到最后没掉速，而且最后还比前面快了。我从30公里的时候一看有机会破3呀，我就加速了，但是实在了已经来不及了，那个时候。就是马拉松这事儿就是这样。你看我半马的时候比破3大概差了1分多钟，然后呢，20到30公里这段又稍微放了一点，导致就没机会了。就是马拉松就是这样，很残酷的。然后这是2019年我的大突破。2019年我们看看12月我的最后1个月的训练吧，平均配速4分19，看那时候我的训练很有意思，每次都特别快。行吧，今天本来想水一期的，但是越说越上瘾。这个内容有更详细的内容，我在就是看了很多训练的细节的内容，在很早之前的一期会员节目，我要是能找到，我放在屏幕上，现在好吗？很早一期会员节目也是讲到了这儿，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会员节目其实是我会更细致，然后跟大家说的更毫无保留，也不是说这么说是故意保留，因为毕竟面向全网这么多人的时候，我说话会有一些克制，对，有的东西说的不那么的极端，就是对训练上，但是你就是通过数据大家能看到。好，那就这么着，赶紧回酒店收拾。我们现在一会儿很快要吃早饭，出发去到富士山了，去到河口湖边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